多的留言，关注到了游戏中的很多细节。那这些细节无论是从美术上的，然后从故事上的，然后甚至从一些隐藏的台词，大家能看到这些我们之前可能花了一些心思的东西。所以我们以前内部其实有很多同事甚至会担心，说我们把这个东西做多一点，到底有没有用户真的能够感知到？其实我说是不用担心的，就是如果我们在这里用了心，那一定有玩家会看见，并且他会主动传播的。对。不算很出乎意料。要说真话的话，或者说我们这个出圈的真正出乎意料，还是在我们当时首发那个视频的时候，当时就给我们一个信心，就是实际上你做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题材，它未必就一定是一个只能中国人能欣赏到的东西，可能有很多共通的东西，很多好的东西，实际上就全世界的玩家都可以感受到。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游戏真实的上线之后，实际上我们看到海外，尤其是刚刚说的，还有很多老朋友，就第一时间也去体验游戏，然后也去通关，这些是在我们意料之内的。对。实际上，如果你想宣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那么可能更好的方式就是你先做一个没有这个传统文化也能吸引它的内容，比如它的攻击我要躲开，然后如果我合理的运用法术，运用一些特殊的技能，可以获得一些正反馈。在这个过程已经让他开始产生兴趣后，后面他才会意识到我去了解这两个人物的关系，孙悟空为什么叫孙悟空，然后这个名字是谁给的，然后他会随着这个内容的沉浸，然后他会自然而然的去想要去了解这个内容背后可能它蕴含的什么样的一些设定、一些故事、一些人物关系，甚至一些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出海输出方面，刚刚你也聊到了一点，有经验和同行分享一下吗？我还是觉得，就是首先我们要制作《西游记》，或者要用一个中国的经典文化题材，它的前提仍然是我们自己就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长大。你从小就想扮演孙悟空，我们就想大师兄去打妖怪。那我们觉得游戏呢，相比其他的这种可能艺术门类，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哪怕我今天没有读过《西游记》，我没有了解孙悟空为什么和二郎神见面就要开打，那二郎神为什么跟他看起来好像有深仇大怨，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前因后果？所以先有好玩的内容，用好玩的内容去驱动他沉浸在这个游戏世界里，然后之后再产生我想了解原来的《西游记》的原著是什么样的，去找中央电视台拍的《西游记》去看，去找《西游记》的可能这个翻译的书我去了解。那这个过程我们原来觉得可能是一个更自然的去传播文化的过程，我们确实能够证明，就是把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这些最先进的技术，结合最好的画面，结合最好的音乐，然后再辅以合理的玩法，那么它能够产生一个化学反应。那么我们证明这条路应该是走得通的，这个也是可能算是一个可能更大的一个理想。就是在您看来，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实际上，我觉得，在海外宣传中国文化也好，或者说就是能够把中国的一些传统里面的精华，能够更多的去影响全世界也好，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靠单个产品，或者说就靠一个短时间就能做到的事情。你如果说因为这个国家的文化产品产生了对整个国家整个文化的向往，那么它一定不是只靠文化产品，这里一定还需要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需要这个国家可能有文化产品以外的，比如制造业，它制造的其他的商品也让你觉得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很多很先进的地方，甚至是这个国家普通人民的生活让你向往。因为文化是天然跟这个国家的历史去绑定的，所以当我们希望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海外感知的时候，我的个人的感觉是应该有耐心。
其实我们今天啊也搜集了央视新闻网友关注黑神话悟空热议的一些话题。您先看看，好的，有没有你熟悉的？好像基本都看过，对。能不能挑选一个说说？我就挑这个国台办说许多人儿时都想有根金箍棒这个话题。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意外之喜，就是它可能很强有力的能够证明，当我们拿出一个同宗同源的真正好的产品的时候，它是能够唤起可能所有的这个中国人的这种自信的。我们当时其实看到这部分的一些评论的时候，包括看到国台办可能也在推荐这款游戏的时候，我们也是很自豪的。我们黑神话悟空后续的 DLC 还会不会持续的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注入？首先我们因为本来是基于《西游记》啊，所以我们如果在未来要继续做这个游戏的内容，我们肯定还是源于《西游记》，所以它会继续传承，因为《西游记》无疑也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些精华。但是我觉得这个加大这个词可能不是我们首先会说，因为原来你有这么多，那原来是30%、50%，那现在你要加到70%，可能我没有会做这样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目标，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在做一个游戏。那做一个游戏呢，首先还是思考这个游戏它的故事、它的角色能不能再找到甚至比现在要更为新颖的一些玩法。我们也会更优先的思考这个游戏它的本身的故事是不是还有一些新的我们想演绎的方式，还有没有一些有差异化的鲜明的人物形象可以塑造。就是除了悟空之外啊，你觉得我们还有哪些古代的神话故事也好，让你觉得这是不错的一个方向和选择？因为我们之前考虑到要做黑神话悟空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其实黑神话其实是希望它能够包含中国的各式各样的一些神话传说，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提前注册了，像小倩这个《聊斋》里的角色，然后像钟馗，也当然像可能杨戬。那其实，在西游里，那本身就有很多很精彩的这样的一些其他的角色。然后如果扩展到中国神话呢，这样的角色其实也很多，而且我们觉得有些角色好像不如孙悟空有名，但不如孙悟空有名其实也给了他更大的一些再次创作的空间，所以我们觉得还挺多的，有很多角色应该都有机会可以。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开玩笑啊，这叫黑神话悟空，会出现黑神话悟能吗？其实猪八戒也是在我们黑神话悟空里一个塑造非常深的角色，而且我们觉得他和孙悟空能够形成一种互补。孙悟空可能会有更多的是一个更有英雄气概的，那么更甚至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这样一个大英雄。但是呢，猪八戒他好像代表的是更有一些世俗化的一些欲望，然后他也更加也许挺接地气的这样一个身边的角色。那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当然是非常值得去塑造的，但是至于要不要用一个专门的产品，比如叫黑神话悟能来塑造呢，这个我们可能内部要去再思考。因为现在咱们黑神话悟空是一个单机游戏，未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大家在座的可以一块儿玩？我们觉得首先这个两件事情当然不是绝对矛盾的。那我们也看到现在可能有很多我们所谓的这种单机联网游戏，就是它的主线故事是用单机的方式去体验，那但是它的比如说也许它有一些竞技的玩法，它可能或者有一些它在世界观上就合适的可以去组队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但是对黑神话悟空这个产品而言呢，就是我们其实还是想把它塑造成一个类似有一些线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样的故事去联机的时候，有时候它会破坏这种扮演感。那未来如果我们在做一个也许不是聚焦在一个角色，
但它仍然可能是在这个碎片化的世界观的框架下的内容里面，也不排除会做联机的内容。那么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我们也邀请您借助我们的节目送出对祖国的祝福。那我这句话可能也就用一句可能《西游记》里的，就《西游记》电视剧里的歌词：斗罢艰险又出发。为什么这句话？我觉得首先，无论是一个产品的制作过程，还是一个公司，那大到可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是我觉得就像国歌，我一直很喜欢，因为我其实很少看到有国家的国歌会一直提醒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是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就是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其实我每次听到都会感动的地方，就是他在时刻的提醒我们，你要有危机感，你要认为这一步我们马上面临的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所以我用了这句话：斗罢艰险。我认为我们的发展，我们的每一步都是充满各种风险，但是我们可以战胜它，然后再往下去走。这个甚至比目标更重要，它是告诉你在路上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